身处分难之事，心存健康之道。大家好，欢迎来到健康1+1榜一身心灵，我是啾啾。每天一盘清爽的生菜沙拉竟然成为致命的危机。美国呢爆发大规模的环孢子虫疫情，美国 CDC 最新累计有45个州，超过9400人感染。那近400人住院，并且造成到目前来说是2个人死亡，而且调查锁定是来自墨西哥中部的结球莴苣，大批产品遭到下架回收。那像这种肉眼完全看不见的虫，不只是藏在生菜的皱褶里面，一般的清水、盐水、小苏打，甚至是蔬果清洁剂都没有办法保证将它杀死。那究竟蔬菜要怎么洗、怎么吃才可以安全？还有吃完沙拉如果出现哪些症状，可能已经出现了感染，又哪一个关键步骤才可以真正的杀死环孢子虫？今天让微生物教授为我们解析。那对这一集内容想要了解的朋友，请继续收看直播，记得先订阅，开启小铃铛。好的，今天的直播欢迎观众朋友加入，您可以在留言区留言跟我们互动。首先介绍今天的嘉宾是微生物学专家王绍宏教授。王教授您好。啾啾早，大家好。教授您好，今天这个话题真的是非常的重要，因为在美国大家都现在是有一点担心哦，因为在现在我们经常是应该是天天有的人都是吃沙拉的，那变成了现在有严重拉肚子啊，或者是包括肚子痛的一个媒介。那目前现在已经超过6000多人因此生病了，然后现在是2个人死亡，所以这个生菜里面这个有环孢子虫，这种肉眼完全看不到的虫，那为什么会给美国人带来这么大的威胁？甚至有些人害怕到不敢吃蔬菜水果。请问一下教授，他是怎么做？这到底是什么一个疾病呢？是大概从5月开始，大概一直累积到7月，就开始就是很多州已经慢慢都发现说，有一些人好像就是拉肚子比较严重，那都可能需要到医院去诊查。那后来发现说，在这一个特别的有几个州里面呢，就发现好像跟吃生菜沙拉是有关。那最早查出来可能跟某一个大的一个生菜沙拉的供应商某一个农场里面出来有关。那这个慢慢去追踪以后呢，发现说，大概从7月中旬开始，那个每一个礼拜增加的这个感染人数确认的这个案例呢，数目竟然每一个礼拜可以增加2500到3000例，所以呢，让整个美国真的是大家都如临大敌那最新的一个是8月11号，也就是昨天前天那个公布然后释放出来的消息，那已经全美国已经有将近13900例的确诊案例，然后呢有740例要到医院住院，我说非常非常庞大的这样的一个数目然后呢其中呢已经有2位已经死亡，不过这2位死亡是因为他本来就有一些慢性的这样一个疾病共病所以呢很可能是因为太严重的一个拉肚子水泻导致的脱水而导致的死亡。那这个虫很特别因为这个虫是寄生虫，那我们把它想象成它有一点点像是我们眼睛看不到的，它是一个单细胞的虫，跟造成疟疾的这种疟原虫的大小可能是差不多的，所以我们眼睛是看不到的。那这种虫呢，当一个人感染以后，它就会跑到经过胃酸，然后到小肠，在小肠里面呢就开始跑出来从它的卵囊的壳里面跑出来，它就感染了我们小肠。那感染以后呢，会在里面呢经过数十次的这样一个感染繁殖，所以造成我们小肠的上皮细胞呢大量的这个死亡脱落，所以就会产生大量的水泻所以呢就会脱水的这样一个严重的症状。是，所以这个教授您刚才提到的这个孢子虫，其实我觉得民众可能听到最关键就是我们肉眼是看不见的哦。那有时候我们在清洗这个沙拉，或者是清洁我们的蔬菜水果的时候，就根本没有办法看到。所以等一下我们会请教授来继续我们解析。但是很多人听到这里可能会想说，我这2天才吃过沙拉，会不会有可能已经感染了？所以请教教授，如果不小心吃下被环孢子虫污染的蔬菜水果，具体它会出现什么样的症状？同时大家可能因为经过疫情之后会比较想知道，这个有可能会人传人吗？
是的，那首先就是这个虫真的就是肉眼看不到啊，所以呢，通常会发生说，可能大家会紧张第一个就是开始出现像我们这个图卡里面的右侧，你看到，第一个拉肚子，严重的拉肚子，可能拉个1到3天所以到了两三天以上这样的一个状况，就肯定是大家就会觉得不太对劲了。那当然也会有腹痛，然后也可能会出现这个没办法吃东西，然后呢会恶心，然后呢这个状况呢导致呢开始脱水、疲倦，那甚至于体重呢严重的下降。所以我们看到这右边有这些症状的时候呢，第一个就要先留意一下，最近呢可能要回溯想一想，大概1个礼拜以前有没有吃过一些沙拉？那这些生沙拉也可能是被被后来公告有可能有污染的沙拉。那如果是的话，这个就比较严重一定要去医院去看一下。那通常来讲，对健康人来说，它不会造成严重的疾病，但对年老的或者说免疫力低下的就可能真的会最后脱水，然后呢持续的水泄呢2周甚至于超过1个月可能因为这样子呢导致呢身体状况非常不好，住院呢有可能会比较严重一点。是，所以我们知道刚才提到有一些症状，尤其您提到这个水泄的状况可能或者是身体可能你的体重会下降，这个都要特别的注意。但是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想要知道这个有没有可能，因为刚才是透过吃生菜沙拉或者可能一些蔬果，那有没有可能会人传人呢？有没有这样的路径呢？是的，就问到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问题因为环孢子虫比较特别，它是只会感染人，它不会感染动物所以这个感染人，所以也只有人的这个拉肚子或者我们的大便、粪便里面的这个排出来的物体里面，有可能会含有这个感染源所以原则上，就算是这个生菜沙拉，它的农场它也不会无地不小心就从下了雨就跑出来，所以一定有感染源出现。所以通常是因为这个工作的这个农场里面附近有感染的这个粪便然后呢跑到了这一个农场里面所以这个状况下有可能因为大雨这个我们知道最近经常会有一些暴风雨豪大雨啦，那甚至于有可能这个农场里面的工作人员没有很小心的去注意这样的一个污染的一个状况。那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感染的过程当中，他人会传人，但他不会直接比如说那个王老师的这个拉肚子直接呢就在家里面呢这个不小心手去碰到了就让家里面呢其他的家属呢就可以直接感染这不会的，因为他在环境里面呢必须要待上1到2个礼拜这1到2个礼拜他不是闲闲没事干那在这个孢子囊里面呢，它会继续分化，然后呢会继续成熟，所以需要有1到2个礼拜的成熟期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蓝色的最左边这一块，体外环境的这个成熟期非常重要。所以这个成熟期里面，事实上它不需要吃东西，它实际上就是包在一个坚硬的外壳里面，那它在这个壳里面呢，持续的去做它的生命的周期的交换所以等到了不小心成熟完了以后，不小心被人吃下肚，然后呢经过了胃酸破裂了它这一个外壳进到小肠以后呢，它就会从这个硬硬的这个后壳里面跑出来。所以这个跑出来的这样的一个很像香蕉或者我们讲新月形的这样的一个子孢子呢，它就可以开始感染我们的上皮细胞。所以呢会感染我们小肠细胞呢，它就非常快速的1变2、2变4、4变8这样的一个分裂生殖，就成为我们看到最右边在细胞里面出现的裂殖体。而这些裂殖体呢很厉害因为它每一颗细胞很有可能在死亡之前呢感染一颗这一个孢子，最终呢可以产生出数十万颗这样的一个裂殖体所以这个状况之下它会产生很大量所以呢甚至于在早期有一些记录谈到说，这样的一个感染的一个周期里面，一个病人在1天的这个拉肚子排出来的量可以上达将近到上百万颗的孢子
哇，所以我们就可以想象一个人这个感染了，然后呢，他的拉出来的这样的一个大便里面呢，会有上百万个孢子就污染了这个排泄物出来。如果在没有好好的经过一个杀菌处理，那这个可能就会污染附近的这个水源地甚至于污染我们的这个农场。是，所以就说，其实刚才教授跟我们指导之后呢，我们了解到这个孢子虫它可能就环孢子虫，它不会直接经过人传给人，但是会经过这个可能你的粪便然后当然是来到了农场或污染了这个未来就是可能经过栽植的这些蔬菜，然后再进入人体，所以这个是我们可以稍微宽心的，但是因为毕竟这个疫情还在传播，因为现在有新闻点到有大量的墨西哥进口的结球莴苣被下架收回，所以请教一下王教授，如果照这样子的整个环孢子虫的它们的这种循环就是生长循环，有哪些蔬果有可能会被环孢子虫来污染呢？好，那第一个当然就是这个虫很小，所以呢我们看不到它，所以我们也不会去注意到说要把它洗到把它洗掉所以这是一个很难注意的事情。所以呢通常看到的就是我们大概大家都学过就是买回蔬菜以后呢，在家里面呢可以把它这个简单处理以后呢，放在这个流动的水里面然后或者说甚至于用一些特殊的这些那个蔬菜清洁剂呢去做这样的一个清洁。但问题是它粘在这个皱褶处粘得非常紧，所以不太容易直接透过流动的水就可以洗掉。所以有一些皱褶的或者有很多叶的这些物质，甚至于包含我们在吃这个黑莓啦或者这些比较多这个凹凸不平的这样一个这个水果呢，表面呢都有可能会沾染这些那个环孢子虫。所以像这个图卡里面可以看到莴苣、香菜、罗勒甚至于青葱。想青葱没什么，事实上它里面有很多的这个叠在一起的这个空隙还有我们常吃的水果的覆盆子啦、黑莓的这些这个常常没有办法很有效的把它洗干净。是，那么就其实您刚刚提到像这个，比如说莴苣或者是青葱黑莓这些，最近大家经常在吃，因为它们其实有很好的抗氧化作用。但是因为我们过去会认为说，这个蔬菜有洗会比较安全，然后比如说包装上面也有预先写起清洗更可以直接来吃。但是其实在美国 CDC 现在建议就是预洗的蔬果还是应该在流动的水下去做清洗，这样其实我们过去有曾经在直播中也跟观众分享了，就是你要在流动的水下做清洗，你的蔬菜才会洗得干净。但是回过头来，现在有环孢子虫的影响跟疫情，到底它有多难洗？请教一下王教授，它是躲在叶片的皱褶里吗？或者是说已经进入的蔬菜的组织，那我们平常像之前专家也是说流动的水来洗，这样清洗得掉吗？第一个是它会粘黏，所以它不单纯只是卡在这个缝隙里面所以除非说我们可以利用比如家里面可能有这个超音波震荡器这种比较有可能可以把它稍微震一震，让它脱离表面以后，再用流动的水把它冲洗掉所以第一个先不用担心它并不是跑到了蔬菜的组织里面，所以它都还是粘黏在表面所以原则上只要我们可以利用如果有蔬菜清洁剂，然后再加上一个震动，然后再用流动的水去清洗，少量的这个孢子是可以被清洗掉的。不过比较尴尬的事情就是，如果因为一个人一次吃进去的量里面，如果超过10颗以上的孢子，就有可能被感染所以目前透过一些数据看起来，大概10到100颗就有可能让一个人遭受到这样的一个感染的周期。哇哦，可是刚才教授您一讲说，它其实复制的话，就可以复制到上万颗，所以10到100颗好像对这个数量也不是太多，所以大家现在可能是心里面也是有点担忧，尤其在西方社会，大家会吃
沙拉啊，因为现在是夏天，那网络现在也有一些流传啦，就是说泡醋啊，或者是小苏打跟盐水，然后包括刚才您提到的蔬果清洗剂，那可以杀死这些环孢子虫。请教一下，我们现在就来证实一下，请问这些方法有用吗？那到底什么样的方式才可以真正的来去除掉这些环孢子虫呢？好的，我先讲结论，都没有是，用，所以最好就全部煮熟了吃。哎，但是哇，这样讲，大家还是会觉得很好紧张哦，因失落。为对呀，因为我们总不可能把水果拿去煮熟了变成果汁来喝哦。那嗯，所以最有可能的方式，当然比如说，我们有一些蔬果清洁剂，那就像刚刚稍微提到的，我们可以在蔬果清洁剂的状况之下呢，可以在里面去漂洗，所以去刷洗它，或者去沥洗它，然后嗯。尽量把它震动然后震动完以后，再用流动的水去把它去除掉。那我们并不是要杀死这一些孢子虫，那目的只是让它脱离我们的这一个蔬菜或水果的表面，然后利用流动的水把它清洗掉。所以我们没有要杀死它，我们尽量把它赶走而已。是，所以就是最好的方法，当然我们就是煮熟了吃，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方法。那当然，我们有需要吃一些生菜啊，或者是包括水果的话，就记得，我记得刚才教授提过好几次震动，所以我们在洗的时候啊，竟然让它震动，让它震动。有一些是真的是可以经过快速震动的这样机器，如果您家里有，就现在赶快拿出来用。我想这是一个很好的可以把清洁掉环孢子虫的方法。那我们再回过头来提到，就是您有提到蔬菜只要煮熟还是可以安心的吃。那么我们在吃生菜的时候，或者是怎么样来避免就是有生菜污染或者其他的一些忌洗的食品呢？是，那相信大家应该都经常会去大型的这个那个商场里面去购买一些即食的这个食材啦，是，回家比较方便料理。那像这一些即食的食材，原则上只要是熟食的，都是已经出厂的时候都已经经过了这个杀菌的处理，所以都不用担心。所以熟食即食的这一些食品只要它包装没有破裂没有这个污染的风险，都可以直接先用。但是呢，如果我们要跟这个生菜或者水果一起来食用的时候呢，当然还是需要有一些顺序包括说我们在处理这些食材的时候，先从这一些熟食然后以及我们的即食的这一些已经处理过的这些食材先处理完。所以刀子啦，我们的砧板啦，处理完这些熟食，当然如果我们有另外一块处理生食用的这一个砧板或刀具，嗯。这样是会更好。如果没有，记得就是处理完生食熟食之后才来处理生食。那处理完生食之后，那这些呢物品如果没有吃完，或者等一下一段时间之后才要吃，记得都是一定要把它先包装在这个小的这个包装盒里面。那避免在这个储藏过程当中这可以造成大量的这一个这个就是混合。那混合以后呢，它可能呢就又有机会可以去留在我们的这个冰箱甚至我们的抽屉里面，这是比较麻烦的。是，所以其实刚才教授提到了，就是我们可能最好的方法，当然家中的生食跟熟食的器具最好是分开处理。我觉得这样子也是对我们的食品安全比较有把关。但是其实教授您刚刚提到，就是砧板这些部分要怎么稍微做一些，除了分开之外，我们还可以做哪一些清洗呢？您有什么样的建议呢？是的，那从一开始我们谈的时候，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那我在这边再重新提醒一次因为它有一个很厚的壳，所以这个壳呢可以抵挡目前知道不管你用这个漂白水啦，或者次氯酸水啦，那甚至于可能用到这个低剂量的这样的一个杀菌剂，原则上它都没有办法突破这个细胞的厚厚的厚壁。所以这嗯。个孢子囊的这个厚壁呢，是可以保护它，让它进到这一个我们的胃里面，经过那个胃酸处理以后，然后呢，才有开始在小肠里面跑出来。所以我们可以想象，一旦污染了，那我们就必须要好好的去处理
这一些这个刀具或者我们的储存的冰箱以及这一些这个锅碗瓢盆所以我们可以再看一次这个图卡。这个图卡呢，在这个中央的地方呢，可以看到说，假设那个我也担心是不是有可能污染。那第一件事情就是记得就是要利用一些中细的洗洁剂，然后呢记得去搓洗不管是砧板或者我们的刀具，所以一定要用到这些清洁剂，然后再加上这个搓洗的动作。那当然我们的这些储存盒啦甚至于说我们的冰箱这一个可能会有一些这个保鲜盒啦，记得呢都是要用这个方法把它拿出来清洗干净。那如果家里面呢有这一个洗碗机，因为在西方洗碗机应该是一个大家里面几乎说是常备的这样一个设备。那洗碗机就是一个非常好的可以免除这些污染的一种方式，因为它是一个可以有提高温度可以用温水来洗净。而这个温水洗净呢，对于去除这些环孢子虫是最有效的。那如果是我们在冰箱里面可能怀疑我要清洁的话，一样也是用温热的水然后呢有清洁剂就用清洁剂那如果真的没有，我们也可以用稀释的漂白水1比1000，或者可以再浓一点到1比100，100到1000之间，然后呢去刷洗。所以重点不是漂白水，因为漂白水它本身它没有办法可以透过细胞的后壳但是呢在刷洗过程当中呢，我们就可以把这些粘连的这一些环孢子虫都可以把它搓洗下来最后呢再用清水去把它擦拭过，然后让它晾干。是，我想其实王教授之前也是跟我们分享我们家中的一些砧板刀具，这个要怎么去处理，要经过适当的清洁，因为我们其实经常在使用它可能会沾染很多的细菌，里面的微生物其实非常活跃。那刚才其实您家里如果有这个洗碗机的话，是一个很好的方法。如果不行的话，你还是记得可以用稀释后的漂白水来把它擦拭，并且把它晾干，记得是稀释后的千万不要直接原液去洗，这不是这个意思。那当然我们还是要提醒大家，就是我们平常就是要特别处理一下我们这些用具这些刀具，因为其实它是微生物可能会生长的一个好环境。如果你想要了解更多，可以回去看一下之前王教授有跟我们分享的一些内容。好，那在跟王教授继续讨论下一个话题之前呢，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因为最近很多人跟啾啾反馈说使用了我推荐的这款眼贴之后，他的眼睛得到很好的照顾。最近也有我的一个好朋友，他就跑来跟我说，他说其实这个像平常眼干的时候，他真的是贴上去，然后认真的使用之后，他的眼干的情况就会改善。然后包括有阿姨也跟我说他的飞蚊症的情况也是改善了。那其实我听了也蛮高兴，因为我自己本身也在用所以呢我也觉得说，如果你有这个情况的话呢，很开心可以帮助到大家。那这大部分的时候呢，就是比如说你眼睛干涩或用眼过度的时候，你觉得不太舒服，你可以提早就是我会放在桌子前面，然后就是把它拿起来，然后贴在我的眼睛一些穴位的地方。中医生就会说你要把眼睛是要有穴位，你可以做一些按摩按压。其实它上面就有告诉我们说，你可以贴在一些眼睛的穴位，然后像这样子，我刚刚这样示范的贴上去，然后在太阳穴这些都可以贴上去。你比如说眼睛干涩的时候，就可以稍微贴一下。然后这是100%草本的精华，里面有甘草、古精华、冰片、淡铜、菊花里萃取物，那这些呢都对于我们的眼睛有很好的一些舒缓的作用，比如说干涩疲劳。你知道贴上大概5分钟的时候呢，我刚刚先拿下来了，就是你眼睛会开始感觉湿润了，然后用的时候也很方便，它其实可以随时随地爱护我们的双眼。如果你想要了解更多的话，你可以点击影片的底下的留言区跟说明区。好，那我们继续跟教授讨论刚才的话题，因为其实目前为什么大家也很担心呢？除了它在美国已经传到45个州，但很多的案例出现，那重点是有死亡案例出现，所以大家开始有点担忧这个情况。请教一下王教授，如果我们出现哪些情况、哪些警讯，我们就不要再等，赶快去看医生，特别是有哪些族群您会建议他要特别留意的呢？是的，那第一件事情当然就是刚刚也稍微提过这个持续水泻拉肚子
可能超过2天以上3天啊，这种一定就是要先考虑是不是要去就医了那如果真的就医不方便，就直接就急诊那当然如果又伴随有出现高烧，那这个就二话不说就直接到急诊了。所以最左边可以看到这个蓝色这个说明呢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那如果有的人身体比较健康的，比较可以耐受的，感觉好像没那么严重的，但一旦出现血便这也是很严重的警讯。那血便就表示我们小肠已经被这个环孢子虫这反复感染，那很多的地方已经开始出血了所以这个地方要特别小心那最后呢，就是有一些可能比较身体比较衰弱的那可能就是他因为经常的拉肚子要出现脱水，然后呢可能又因为饮水不方便，或者呢可能自己比较不是那么容易运动的，没办法自行去那个喝水饮水的，就很容易出现脱水的状况比如说没办法尿尿那或者呢开始出现那个头晕只要一坐起来一站起来那就开始头晕甚至于口干然后呢甚至最严重呢连喝水都没有这个感觉想要喝水，那或者喝水的吞咽呢可能都不是很舒服，这个都是一些脱水的警讯那这些也是要赶紧那自己没有办法就医，就由亲友赶紧送医。所以出现这种脱水啊，或者是尿量明显变少口干等等的，我觉得这些要注意。那请教一下王教授，因为刚才我们有提到说有一些人，他们可能就是目前得知的2位已经死亡的人呢，就是他是有一些慢性疾病，所以请教一下王教授，我们有哪些人群是要特别注意的呢？是，那像那2位死亡病例它事实上就是有所谓的我们临床上叫做共病就是有一些慢性疾病，那而且他也是在医院里面救治的过程当中没办法救回来。那原则上正常人健康人呢对于这个虫它是会诱发免疫能力来去慢慢的去把它排除掉的但是当免疫能力不良的时候比如婴幼儿比如长者那现在对65岁这个定义还是有一些人会挑战会觉得说65岁还是很年轻可能要80岁以上那事实上65岁以后我们的身体机能除非都一直在保持很健康的运动不可能我们的这个肠胃功能已经开始走下坡，所以可能也要留意一下那在这个当然如果你是一个孕妇特别要小心，那或者说你是正在接受不管是放射线疗法或这个化学疗法的这一些癌症病患这也要特别小心那甚至于可能有人这个器官移植呢，目前呢在这一个现在的社会里面呢，算是比较常见一点点所以器官移植者，那甚至于可能有 HIV 这样的一个艾滋病患者，这些呢可能也都要特别小心最后一个呢，可能因为有时候这个身体里面有一些特殊状况，需要服用这个免疫抑制剂那这个当然器官移植者他也需要服用免疫抑制剂了所以你可以看到这7大类看起来就是都跟免疫力有关了所以当免疫力比较不佳的状况之下，就特别要小心避免这个去这个吃到已经被这个要求注意的这些食材所以尽可能避免。是，所以免疫低下的人，简而言之，就是免疫低下的朋友一定要特别小心这个环孢子虫疫情的一些传播。那当然，虽然我们讲到环孢子虫，可能台湾的观众会稍微陌生一点但是呢，其实它的兄弟叫做隐孢子虫，其实很多台湾人都遇过。台湾观众可能比如说我们在戏水现在夏天游泳就可能会遇到隐孢子虫。所以请教一下教授，这对寄生虫兄弟最重要的共同点还有不同点是什么？比如说我们讲到台湾人比较常见的这个隐孢子虫，也会被感染的，有时候造成感染的人死亡吗？好的，那隐孢子虫事实上比这个环孢子虫更早被发现是。那当然第一个最大不同是隐孢子虫它不会只感染人类，它还会感染其他的一些动物
所以它可能是人畜共通，所以最大的不同。那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图卡里面的共通点，它们一样都是单细胞的原虫，那再来它都引起拉肚子，严重的腹泻。那再来它们都有一层厚厚的壳，所以呢它们对氯水事实上是没有这一个敏感性的，所以都可以躲得过。所以呢只要大家想说我去游泳啊，去游泳池里面没差啊，应该里面都有加氯消毒，它就没有办法透过加氯消毒来去躲过它的这个感染。那它的最大不同就刚刚提到的，主要还是来自于隐孢子虫是可以感染动物，所以动物的排泄物也有可能是我们人类感染源之一。所以呢最早看到这一类的这个孢子虫的感染，就是由隐孢子虫里面看到的病例。那后来发现在1977年发现环孢子虫的时候呢，发现它比隐孢子虫大了 1.5 倍到2倍左右的大小，所以以为它是一个特大型的特大号的这个隐孢子虫，后来发现果然它还是不一样。所以在隐孢子虫是全世界以温带副热带热带都有的，所以它比这一个那个环孢子虫的这个广布的这个范围更大，所以全世界受到隐孢子虫的影响的这一个国家蛮多的。不过原则上隐孢子虫呢，它通常不会造成太严重的这样的一个感染的一个状况，所以它甚至于可能比环孢子虫呢，可能对人类来讲相对温和一些些。不过呢当然免疫力低下的还是要小心，还是有可能脱水，然后有共病状况下就可能有死亡的风险。是，刚才教授您提到隐孢子虫虽然它比较危险度没有那么高，那假设因为现在是夏季嘛，如果我们去游泳池或者是戏水啊，或溪边，或者是现在会去露营，有没有方法可以预防接触到这只隐孢子虫呢？有难度，说实在是真的有难度。那第一个就是因为像台湾这几年非常流行去这个山上去露营有非常多的露营场。那有一些露营场也蛮特别的因为可能地狭人稠，找不到风景优美的地方，可能在某一些附近呢，还会可能可以听到这个很多可能有这些动物饲养。所以如果动物饲养的附近就可能要小心一点因为如果听到这一些开始爆发出的隐孢子虫，就算是动物的也要留意所以动物的也当然有可能会感染到人身上所以这个部分还是要留意一下有没有看到有任何流行病的警讯包括说那个各国的这个CDC 如果有这样的一个流行的警讯出来，大家就避免到这个环境中去不管是溪水里面游泳池里面去玩水甚至于呢夏天真的很热，这几年的温度会高到超过37度，所以在这个状况之下玩水呢特别要小心所以如果有办法就不要喝下任何的一滴水尽可能不要张开嘴巴不过很难游泳很难啊，尤其在溪边玩水水真的很难。你说对，喝1-2口水，我觉得很难免。那比如说，会不会就是说，针对一些免疫低下的朋友，就特别要注意，尽量在比较高感染的时间点，尽量不要去，或者是有什么样的特别建议呢？那如果免疫力低下那个免疫力低下可能是医生都会有警告的这样的状况之下呢，这种呢尽量就不要去这一个大家讲说游泳很好可以这个让自己健康，但是还是要留意一下就是尽可能就是避免去人多的地方就是这个游泳池，或者说甚至于某一些游乐场所里面这个是有水的因为这种虫通常是透过这一个就是一般的水去感染，水源就算加了对水源对，那所以就算是加了氯去做消毒也没有用，就游泳池也是避免不了的。是
那这个真的要小心哦，尤其现在是夏季。我想其实除了吃生菜沙拉，也是夏季经常大家也会吃的，所以大家对于环孢子虫啊，或者是它的兄弟啊，也是要特别注意。那另外呢，我想最后还是要请教授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就是因为现在说实在是夏季，然后环孢子虫现在目前在美国这边也是非常的严重嘛，那可不可以请您帮我们做一个简单的总结跟提醒呢？好的，那第一件事情就是现在正在警戒期的状况下，我们尽可能就是不要吃生菜，尽可能那水果的因为很多水果市场都已经经过这个长途运送，所以呢，如果它是有低温储存过的不管是蔬菜或者是水果，低温储存一般来讲比较有保险一点。那如果是直接生鲜直送这种，只要有被要求下架，就一定就不要去碰。那能避免就避免。那如果呢，真的觉得说，好像因为毕竟还是要吃蔬菜，所以呢，我们还是尽量把它煮熟，不管是用炒的啦或蒸煮的都 OK。所以尽可能吃这个熟食，这样的话就可以避免这样的一个感染的机会。好的，今天真的非常感谢王绍宏教授为我们带来这么精彩的解说。面对这个环孢子虫啊或隐孢子虫，大家都要特别的注意。那也告诉大家，就是有些方法其实可以避免，然后你自己如果是免疫低下的朋友更要注意。好的，谢谢王教授精彩的解说，谢谢您，谢谢，谢谢啾啾。谢谢。我想呢，其实刚才教授也提醒了，就是我们最好是避开官方点名的回收的这个产品。那记得还有就是防止生食跟熟食的交叉互相感染。如果可以允许的话呢，麻烦把这个蔬菜加热到就是煮熟之后，我想才是真的杀死这些环孢子虫比较可靠的方法。那当然，如果我们的水果也不一定就是每个都拿来煮啊，所以如果你不小心吃到了生菜之后呢，或者是一些水果，你有出现水泻、腹痛或高烧，甚至血便、尿量减少、头晕等等的这个脱水的警讯，尤其是刚才提到免疫低下的人，千万不要拖延，赶快就是就医，告诉说，你最近有吃到什么？那你如果在夏天的部分啊，引孢子虫就要游泳池或者溪边戏水，尽量就是如果可以不要喝到水啊，这个我觉得其实也要特别注意。我想其实呢，就在疫情高发的时候，大家不管是饮食或者出去玩，一定要把握卫生还有安全。如果您身边有朋友也关心这个疫情的话，把这期节目分享给他们。那同时别忘了离线前还是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非常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